我想选的人是于途。好帅啊！经纪人隐瞒的那么好。哎呀，我们晶晶的朋友当然不一般了。今天有点帅。有点吗？来，帅哥，你站我这边来。我猜一下啊，这位帅哥你也。记得上次晶晶高中同学那个爆料帖吗？现在晶晶把于老师请上去，又说是高中同学，清华毕业，100%有网友把那个帖子扒出来，然后就会有人猜出来，当初拒绝晶晶的就是于老师。那个帖子还说了，于老师是有女朋友的，晶晶不会被误会插足别人感情吗？其实我觉得主持人说的没错，《王者荣耀》的确是一个可以跨越时间隔阂、可以找回昔日友谊的一款游戏。我在游戏里碰到了不少我当年的老同学啊，还有一些老朋友，大家一起组队开黑一下，又会重新熟络起来。不过呢，现在有很多同学都已经忙于家庭和事业，不像于同学，他多年单身狗，然后最近正好又在放假，所以才想到让他陪我一起来打游戏。于途，你看高中班级群里有人贴了你和乔晶晶的帖子。不是吧？这么帅、这么学霸的多年单身狗啊！哎，你重点偏了。不过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更何况他游戏打得又那么好。不喜欢，你也是。学霸的反杀。哎呀，还是晶晶聪明啊，立刻就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。于老师配合的也太好了，他们两个也太有默契了。就于老师这反应能力，不进娱乐圈真的是可惜了。好了，我来配音。感谢两位现身说法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长得好看对于脱单毛用没有。这么一想，感觉还有点励志。注意时间，自我介绍，开始比赛。好，于同学，你刚刚在台下应该也看见了啊，像刚才这几位一样，介绍一下自己吧，就是 ID、段位、职业，然后我们就抓紧时间开始比赛了。大家好，我的 ID 叫玉兔捣药，段位王者50星，职业是航天设计师。哇，航天设计师太厉害了！造舰吗？好，我知道。不是，我从事深空探测方向。太专业了哈。好，我不问了。双方队员再度集齐，请入比赛席。刚才那局我们配合的还不错，这局呢就看他们怎么选，然后我们再随机应变。对了，你会玩射手吗？补一下下雪的位置。我都可以。好。不过上一局他们的班位主要是针对晶晶，但是没有想到晶晶的东方太一发挥出色，所以他们应该意识到了他们的策略是有问题的。如果娱乐赛不是全局 BP 的话，
这局的班位大概率会给到上一局非职业选手3个英雄。好，我们看到双方第2局比赛的班并，双方换边了。蓝色方摘星队，红色方好运来队。摘星队先班先选。你是说他们会搬掉东皇、扁鹊和凯？可能性很大。非职业选手的英雄值都比较浅，可能只会1、2个英雄，搬掉就能打乱对方的整个部署。把东皇搬了吧。蓝色方摘星队先搬东皇太一啊，这么尊重吗？是对晶晶实力的一种认可。第2班位给凯，也是刚才他们使用过的英雄。是的，真的是搬我们上局用过的英雄哎。好运来搬的是蒙亚，2班马可波罗，并且行使了特殊权利，搬掉了公孙离3班射手。传说中的夏雪是1代宗师，花间是1代失踪，没错，没有英雄可以用了。晶晶，上局已经赢了，这局要不要大胆一点？上局摘星队的职业选手都很让着主播，这一局如果仍然这样，那第一个拿英雄的应该就是射手。之前我们一起研究过这个主播的英雄值，他很有可能拿虞姬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拿到百里守约。你是说我来中单，你打射手。好运来这把 BP 策略针对花间的英雄值，3个射手英雄全被搬了，只能拿虞姬了。哎呦，刚才公孙离没带躺嘛，这一局换一个英雄虞姬，哎，这就很有意思。那好运来等他用什么射手呢？先不急，先看他们1、2楼抢的是什么。今天东皇太一被禁了，这把他打什么呀？别急，咱们家晶晶又不是只会这一个辅助啊！你看，蔡文姬没进，柯文姬也可以。先把蔡文姬给抢了，因为上一把被搬了。晶晶上把被搬了之后玩的是东皇，所以晶晶这把要玩蔡文姬保人了。对。守约，这个守约是这个新上来的小哥要打。应该是玉兔他替的是夏雪。哎，其实守约这个英雄啊，在第一次登场拿风险还挺大的，有可能会紧张。对，狙不准很尴尬。娱乐赛，搬掉2个中单，一个婉儿，一个沈梦溪。再来是4楼的番茄，他选到的是中影的裴擒虎。上是把中路位置的 counter pick 给到了我们的粉丝小姐姐啊。先别急，我们看一下奇珠选择了干将。我觉得奇珠生气了，刚才貂蝉没跳起来。没错，他要拿出他的招牌英雄。是的，最后一手中路的 counter pick， 真的假的？比诸葛亮吗？这么果断锁了，直接锁了。哎呀，直播平台上都说晶晶只会玩辅助，根本就不会玩，就知道抱大腿躺赢。是的，我也看到了，他们都嘲笑晶晶说是混子。看，哎呀，太过分了！谁告诉他们辅助不重要了？因为刚才是扁鹊嘛，还是比较被动的那种法师。诸葛亮还是比较吃操作。等一会儿，法刺。今天的长城也很和平。我应该还在换，应该还在换。白领守约吗？不会吧？还在换，没有换过来了。还有最后5秒钟，还没有确定。今天要玩百里守约，这个英雄叫百里守约。3、2、1，换了吗？没换，锁了，真会吧？百里，是百里。那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我们代言人乔晶晶小姐的百里守约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好的，双方第2局阵容已经选择完毕。这局比赛我们非常的意外啊，看到晶晶拿到了百里守约这样的高难度英雄，还有这名帅哥拿到的还是诸葛亮，太期待了。那么蓝色方摘星队，红色方好运来队，我们进入比赛。哎呀，我有点紧张，我跟着谁啊？辅助你直接跟着守约，中路你一个人行吗？没问题，蔡文姬不用紧张，我们的阵容容错率很高的。再说还有周颖呢。有周颖。哎，你们俩别这样一唱一和的，让我感觉孤苦伶仃的。先是贴墙，很细节，用被动加移速，看了一下蓝野区。我觉得这一局谁都不要看，就只盯着晶晶的这个百里守约看啊。虽然说有点严苛啊。是。好，上线第1枪。你自己闯进来的。撞了！目前
前100%的击中率。你看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，也很正常啊。看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夸晶晶。再来一句，有没有？是50%还是100%？秒。好，不说了。第二枪甩出去，哎，没中，很可惜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我觉得还挺准的，表现的不错。其实，在我的预想里，觉得1枪都中不了。幸好第1枪中了，要是连续2枪没中，估计要被嘲笑。偶像包袱这么重？那当然。First blood。哎，你不是在跟我聊天吗？怎么拿了一血？哎，一血诞生了，让我们看一下回放。看到双方中路正常对线，玉兔打得很凶啊！花木兰，你上了吗？你2级啊！太脆了。First blood。哎呦，起初没想到他现在头很痛啊！我对线一个路人中路选手，你上来给了个1血。对。但你别说啊，诸葛亮这样的英雄拿到一个1血会舒服很多，非常顺滑。你打团的时候能不能不要跟我聊天啊？认真点啊！万一因为你浪输了，我的偶像包袱会炸的。啊，不浪了。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诸葛亮在拿到了优势之后会做些什么。花木兰的清兵啊，来抓他！来了。引入。哦，直接抓！我们来看人间惨剧啊！诸葛亮大招都没有崩到，锋芒毕露，直接人杀死了。我来抓人了。干将一技能没了，能杀。来了，再来找这个我的奇出一口攻上去，收引一下咬掉，漂亮！好运来中野联动，节奏带得飞起。这开局才几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经济领先了不少，阵容优势，裴擒虎跟诸葛亮被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游戏大家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周颖是出了名的顺风浪，尤其比赛里都这样，到娱乐赛就浪得更厉害。但没想到的是，玉兔作为一个路人的中路玩家，能跟他配合到这个水平，实力不容小觑。2打5，这你不懂，太自信了吧？诸葛亮这一波也要被少云收掉，裴擒虎就会查查，这不浪了呀？不是说不浪吗？你们这是浪飞了吧？你平时也没这么浪啊。中单带的。这哪来的默契啊？好运来的中野联动给到了很大的压力，看奇珠的干将再往下面靠，摘星队这波肯定有想法。这波奇珠一看就是冲晶晶百里守约去的，他要小心了。晶晶，干将上去了，注意一下。干将往上走，看到了百里守约，伪装剑没中，大招也不中，大招的开局连原地加枪狙的。手机拿起来，继续。同时打中这一枪，按道理讲，实际这枪还放得很准。是的，这不得不说，晶晶这一枪打得非常关键，也非常准确。讲道理很意外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我也以为这把晶晶要混过去呢。啊，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。但是就算是这样，我也爱他。直播弹幕给我看看。神清气爽，这一枪我可以吹10年，真的太准了。不绕后，晶晶，你上去慢一下。这话有点渣渣的。你的血量死不了。来了，本演员已经准备好。我们来看一下残血塔男守约不走啊，要往前走。诸葛亮包没打掉守约，坏了，张飞手里没大招，闪现踩，再见，这个大招，无人能挡，崩掉了。而且你仔细看，他这一波的走位都是有设计过的，他假装撤退，其实是在绕后。这一波结束之后的话，节奏基本上就全部都在红四方手中了。没错。河流，现在经济落后多少？3000多，3000多，还好。花木兰，你现在不要过来了。好，你好好带线。好。速战速决，逼他们打团，别给机会发育。我们现在有优势，可以试试。等边线建塔。那我来开。
吕布直接跳大了，这波有点心急了呀！有机会了，真干啊！没跳到一个没跳到。张飞虎3个，赵云1个，反杀。诸葛亮上面前没有切到，企图反绕进来。You have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Enemy rampage. You have been slain. 说实话，我们的这个路人玩家吕布确实跳的有点早。小熊你是真的虎，哎呀你不是熊。忘了，我大开早了。没事儿，他们很厉害，我会议快出了，待会儿接后排。上一波吕布空大送了团灭之后，双方经济其实拉不开，场上是5开的局面。吕布撤退，马上切完了，你走不了了。这波吕布走的有点深了，要被抓啊！他没有大，他必死！哎，招啥？招大，招完。我位置好，包过去能打。诸葛亮位置还不错，没人看到他。上，这是道送分题。下大招，才往后拉一步，赵云扎到人，张爱国回运直接夺2点的回运打赵云再踩，已经能打完2点，击破飞龙不出3点3点决胜啊！还有一个，找第4个 Quadra kill. 随便观众席拽一个观众就4杀吗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哇，我们这波团真的打赢了。回也可以啊，常规操作。不要抢我的词。这个诸葛亮极限4连穿反，简直是惊艳全场。这个兔子绝对是路人王级别的兔子。这诸葛亮天秀啊！没想到乔晶晶随便抓个人都这么灵。我眼都花了，回去我再看回吧，都不知道怎么操作的。哎，有谢，上高地。黑暗暴君跟主宰正面要直接压，抢上水兵啊！是不是有点拖大吕？张飞开大了，吕布反开，他们脱节了，打中张飞火刀2个，吕布这波上来可以压进去2个人正中间，点2枪先点赵云。今天 A 人的事注意安全啊！站住！守约顺军打掉张飞，蔡文姬来起来，赵云简直马上守约闪身一枪就手。给我先压，过了。诸葛亮大招锁住干枪，干枪反杀没中，守约跟上，飞上拿着第1枪点出去，诸葛亮运筹帷幄，百步穿杨，1枪爆头 Triple kill. 3连决胜，能一搏是能。是的，这是波完美的开端，好厉害，成功团灭了摘星队。明显来到高地，有机会可以赢了，还要一搏，这一拳再过，快点水兵！点他，双杀分，让我们恭喜奥运来！晶晶最后拿到了关键的3杀，完成了自证。不得不说，乔晶晶，你就是最配代言王者的那一个。然后女主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好，让我们恭喜好运来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听起来恭喜他们，再次恭喜好运来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感觉漂亮，厉害，基因好棒，厉害666。恭喜好运来队再次获得比赛的胜利，请双方选手来到舞台中央来有请。好，再次恭喜好运来队。很遗憾啊，摘星队惜败，
这次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吗？这一把确实挺遗憾的，但是呢，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，同时呢，也非常幸运的被我的女神给狙击了无数次。好，那其他小伙伴呢？第二局真的没想到还会输，开始有些轻敌吧，诸葛亮打得不错。守约还挺准的，周颖嘛就不评价了，大眼睛。好，再次感谢你们，请我们的观众朋友送一些掌声给到他们。我说晶晶是今天选手表现最惊艳的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我知道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一轮商业互吹，但是能不能稍微克制一点，让我好接话一点点？那就是女玩家中最厉害的。你别捧杀我行吗？要说最的话，我应该是今天鞋跟最高的。我刚看你差点摔了一跤，所以晶晶你鞋跟还好吗？我的脚，鞋跟儿。我开个玩笑啊，晶晶很厉害，今天一手白的手也太秀了，惊艳到了。平时是不是专门练过？对，我刚看你和你同学配合的也不错，特别是杀诸神那一波。你们平时也这么配合吗？他打诸葛亮，你打守约？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，任何英雄都可以，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。刚刚我也看见了，一手诸葛亮走位太骚了。哎，小哥哥这么厉害，有没有考虑来打职业联赛啊？他不行吧？都这么老了。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啊！你忘了他刚才多次支援你的同学情吗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吧？应该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都忍不住要尖叫了！哎，我感觉自己不像是来看比赛的，是看晶晶演偶像剧的。我很满意这个姐夫。得奖还激动，说的我好像拿过什么正式的奖一样。几乎都是表扬，3连决胜哎，粉丝都要为你吹上天了。乔老师，一会儿还请您给年度最佳对抗路颁奖，请您到嘉宾席稍作休息。哦，那好吧，我先过去了。先去吧。谢谢你们啊，辛苦了。我今天被晶晶抱了好多次啊。我感觉我要变粉丝了。哎呦，2比0，而且还3连，我今天真没想到是这么好的一个结局。于老师，谢谢，谢谢于老师，真的幸亏有你，谢谢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给5位中奖嘉宾啊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另外还可以挑选一个英雄手办，请2位跟我去挑选一下。对了，几位老师可以去休息室休息一下，里面我们也准备了零食和饮料。好嘞，谢谢啊。谢谢老师，我们走吧。哎呀，真是太精彩了！哎，这现场看比赛也太刺激了，最后那2波团战打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。是不是紧张都口渴了？来，喝点水。哎，给于老师拿水啊。这次呀，王者特别满意，我觉得晶晶后面的代言续约基本稳了。来，预祝一下好不好？于老师。邱总。哎，邱总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你好。今天一直在忙，刚刚又去给选手颁了个奖，也没把你招待好。你看看您这话说的，照顾的特别的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一进那个贵宾室我就后悔了，我这都包在下面看着好呀，气氛又直接又热烈。那行，那下次我给你直接安排下面。好啊。没问题，于老师，那您先坐一会儿，我们去谈个事儿。您忙。来，邱总。好嘞，您请，您看谁呢？
恭喜美梦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对抗路，再次恭喜美梦。请2位移步台下稍作休息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年度最受欢迎发育路，请看大屏幕。乔老师，请您到那边稍作休息，再过半个小时会有一个拍照环节，这边请。那在这一次的入围最受欢迎发育路的选手当中有5位，他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类型的。其中有一个非常擅长使用换手类的选手，比如说后羿、鲁班、齐王、江湖都是没有位移的射手，可是呢，由于高标准技术。晶晶，你的百里守约真的太秀了，是你的本命英雄吗？是啊，真的太准了，尤其是打骑猪那2枪。其实今天呢，我只要是运气好，还有手感比较好。待会儿你们要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，我带你们从安全通道走。好的。林姐呢？她跟小朱去跟王者的人开会了，说让司机先送你回去。哦，你的外套。谢谢。你去拿的？嗯，好多人都看着我呢。你的手机。林姐说她还要一阵子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和你不是一个方向，附近有地铁站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别啊，你自己怎么走啊？现在外面都已经疏散了，都在出口处排队呢。不如我叫工作人员带我们走特殊通道好了。乔晶晶同学都这么帅，他们高中颜值是不是要逆天啊？小哥哥来娱乐圈啊，这颜值完全不带怕的，智商这么高，游戏又棒，粉丝说不定比乔晶晶还多。我不服，我不信。晶晶啊，你同学不错啊，智商颜值都有保证，对后代好啊，快谈恋爱吧，一起打打游戏，别做单身狗了。你吐槽人家老了，可你也不想想你是他同学，年纪一样啊，人家没给你怼回去，脾气挺好的啊。诸葛亮简直太帅了啊！回应用的好帅啊！我不是乔晶晶的粉丝，但是我宣布我被他同学圈粉了。航天设计师又在上海，那应该是宇航研究院的吧？我有个同学就在那，我去打听一下了。想办法把这个热搜撤下来，要快！各种营销号媒体都打招呼，不要提于老师，已经提到的都删掉。我们没刷呀，这是自然上的。我知道，总之不管什么办法，快点撤掉，我不想于途被过分关注。为什么？你都拉他上台了？我不知道他还要回去搞科研，娱乐圈这么嘈杂会干扰他，而且在研究所也不能这么高调。明白了，立刻去弄。哎，于老师要回研究所，没跟你说呀？今天好晃怎么没来啊？他有时候口无遮拦，我考虑了下，还是不让他知道你是谁比较好。刚才你在台上说你的职业是航天设计师，你已经考虑好了？打算回研究所了？是的。
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去西安的时候。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？明天。这么快啊？金姐，我可能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。我以后没有时间再玩游戏了，所以，我大概永远不能送你5连绝世了。我在前面地铁站下车吧，这里回去很方便。英姐说一起吃夜宵庆祝一下。我就不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再见。停车！停车！别动啊！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金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
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。抚琴手肩头，我看过流年与伤口，总会有人奔赴这天长地久。繁华路口，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晶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奔赴这天长地久，繁华路口，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，爱过你，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。时间不停留，记着遗憾珍藏的野舟，风经过高楼，已无人等候。会不会通向星空尽头？蓦然回首，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，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，触不可及，璀璨的似有。光阴不挽留，好像时过境迁的春秋，风轻松自由，我倾听岁月温柔。哎，你在泉水挂什么机呀？我去，不是我刚不是死了吗？然后我就切出去了，看了眼微信，于途背着咱们哥几个悄悄干了件大事啊，整个大学群都炸了。呵，什么情况？他去打王者荣耀的比赛了啊，还是跟乔晶晶在一块儿啊！对吧？应该的。哥几个在群里说话不方便啊，我建了个小群，你们听一听那个乔晶晶的声音，耳熟不耳熟？我给于途打电话了，他一直没接，要不一会儿再打吧？别打了，明天有情况。快点，点水晶，点水晶。回来了。哎，你居然跟乔晶晶去打王者荣耀比赛去了，怎么回事？
而且我听这声音越听越耳熟啊！这难道是大街上随处可见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吧？应该的。再讲不到了。玉坨，你来办离职手续啊？回来上班。真假的？你不走啊？我得告诉小胡他们，我们这顶级劳动力又回来了。玉坨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你也不听啊！老胡一个电话，西安去了，也肯回来了。我是你的老师，还是他是你的老师啊？跟胡总没关系。在西安，我自己想清楚了。老胡说，你延长了假期，难道不是因为还有疑虑？不是，当时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。坐坐坐。玉朵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后来呢，我仔细想过，你们面对的环境和我们那会儿不一样。我们那会儿是难，但是哪行哪业不难呀？大家都一样，反而心里没有落差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年轻人生活成本高了，行业之间的差距大了，这心里怎么能不变呢？我那天对你说的话有点脱离实际，在这点上呢，我今天要向你道歉。老师，但是啊，如果人回来了，这心里还有怀疑和犹豫，反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我会全力以赴。好，那就好啊。我们航天队伍越来越年轻了。哦，前几年啊，北京那边还有一个35岁就当上了总师的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哦，关在怎么突然病了？不要紧吧？他说没什么事儿，叮嘱我让同事们别去看他。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个脾气。不过他的工作，你们要多担着点儿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哦，对了，那天那个女孩子，我听我太太说是个明星。
这姑娘不错呀。讲话呢还有点道理。你的终身大事也该考虑一下了。我看她不错，你应该积极一点。老师，我凭什么呀？凭你的本事啊！哎，我真是看不懂了，你一个堂堂的未来总师，名校毕业，怎么就配不上一个女明星啊？就是因为钱？这样说吧，就算你年薪100万1000万，恐怕你也没有人家挣得多。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，这个你还不明白吗？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东西呀？去吧去吧，看见你我就来气。回来，我真给你气糊涂了。巡视器的改进工作已经完成，我正好有事儿要去总装，顺道呢，和你们一块儿过去看看。张院士，张院士，你走。出发吧。玉层，你真的不走吗？真的。张院士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有点别的事情。另外，这次巡视器的状态确认工作，他们总体的主任设计师在其他的型号上有任务，关在又忽然病了，我们安排由于图牵头来完成。卢工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于工，给他放了个假，现在该抓紧干活了啊！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之前你们测试的文件和数据都准备好了吧？都准备好了，我给大家发一下。你看，就是这个点。没有问题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巡视器。今天啊，咱们效率还挺高的，1天就确认完了。来，哎呀，辛苦你们了，陪我们加班到现在。嗨，这都是家常便饭。明天10点前可以送到星表模拟实验室吧？明天可以。来，麻烦你们了。哎，慢走，慢点。
11点了，明天又是一天体力活。全当减肥吧你。于途，你还不走啊？啊，你们先走吧，我收拾下东西。早点休息啊。走。来，我们开个简短的班前会。今天的试验项目主要是做速度能力、转弯能力的实验，还有极限移动能力的实验。把这些事儿商量一下。模拟土壤状态正常，符合实验条件。开始做直线移动实验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一次正常完成。平地运行工况仪第二次正常完成。说起来，做实验也是枯燥啊。我宁可枯燥，可别给我什么刺激了，我可不想归零。平地运行工况3第5次正常完成，下面准备卡波测试。爬坡实验条件已具备，实验开始。停！怎么卡顿了？我这边遥测也显示异常。遥测数据怎么这么乱？我们复现一次，把上一个工况再做一遍。停！各位，我看了一下验收时爬坡的测试数据，当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每个人呢，对自己的单机状态进行确认。通信系统确认没有问题，通过遥测发现上行指令皆已收到。综合电子也确认没有问题，已经正确的把指令发送给了移动装置。移动这边也应该没有问题，平地直线和转弯的实验都做了一整天了，也没有出现卡顿的问题啊。把你们今天的测试结果报告和图纸拿来看看。大家再努力一下，仔细的核查一遍。
大家今天先休息，明天清醒一点，我们再讨论。希望明天把问题都找出来了，要不然我女朋友生日就不好看了。哎，玉波，你不走啊？我叫李业进，晚点再走。行吧，注意身体。今天要见大家嘛，所以想打扮的甜一点，这样可以方便卖萌。你最萌了，最可爱了。今天啊，我们给晶晶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可是我收礼物是有原则的呀。知道，我们晶晶是不希望大家花钱。那想先问一下晶晶啊，今天生日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？我还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送我的礼物一定都是很特别的，都要拿上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很重，拿不动吧。月底生日，想要什么礼物？那我不会客气哦。别客气。你送我一个5连爵士吧，打到现在我还没5连过，不过是要你送我的，不是他们送我的，所以你不用模仿他们的打法。因为我更喜欢和你打配合。昨晚，我查看了一下各分系统的详细设计报告和图纸。赵博，平地行驶电流和爬坡行驶电流差多少？5倍吧。问题应该是在这儿，所以现在最怀疑的是电磁干扰的问题。这是一条电机的供电线，假设供电电流是 I， 这是电机霍尔传感器的回线，这2个线之间的距离，在设计建造规范中是1.6毫米。我们的设计刚好是1.6毫米，没有任何的余量。当电机的电流超过设定值时，不能排除电机霍尔传感器会受到干扰。的确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那咱们怎么复现一下？可以通过车轮加载试验来验证这个问题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行进速度不稳定，同时电机霍尔传感器出现异常卯刺。现在电机是 PWM 控制状态，展波频率90几十 K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挂砝码时电流能达到1安多。电机霍尔传感器和电机的3象限的确离得太近了，所以会把电机霍尔传感器干扰出这么多毛刺。那下一步就是把信号线和电机线分2个方向走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正常。电机霍尔传感器波形正常，就是它了。准备上坡测试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遥测信号。车轮行驶方向正常。看来找对原因了。大家辛苦啊，多试几次，
确保没问题。好嘞。张工，早点下班吧。啊？不是你女朋友生日吗？行，大家辛苦啊，我明天多加会儿啊。